很多人都在说，现在男生很多不愿意结婚了。其实想想，真的是有原因的。我如果是男的，我也怕结婚。随便算一笔账，彩礼正常10万要吧，买个对戒、手链、手镯之类的5万要吧，一场婚宴扣掉礼金，净支出10万总要吧。不考虑买房，家里有房的前提，婚房总要装修吧？那有很差的那种装修也得20万吧？也就是说，不考虑后面的生孩子等等各种费用，随便结个婚，45万可以轻轻松松花掉。我原本这辈子是不打算结婚的，但现在凌晨3点，我却在哄着孩子睡觉。当恐婚的我们突然成为父母，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是典型的90后不婚主义，每次回家，亲戚都会轮番上阵来催我。再不结婚，就自己一个人过吧。我们这代人选择不结婚，不是因为不想要，而是因为我们太清醒了。一个月的工资要对抗的是彩礼、房贷、工作压力、育儿成本。婚姻对我们很多年轻人来说不是归宿，而是更深的困境。在中国，结婚时男方送女方彩礼是传统婚礼习俗的一部分，表示自己诚心求娶之意。然而呢，如今彩礼的多少已经成为了能否成功迈入婚姻的一道坎儿。在一些地区，彩礼动辄就要几十万，让很多男性望而却步，尤其是在房价高、生活成本大的城市。因此，越来越多的男性选择不婚或者是晚婚，认为婚姻成本过高，性价比低。一些女性并非主动索要高额的彩礼，而是被家庭裹挟，最终也陷入了嫁不出去的焦虑当中。北京相亲市场到底有多卷？95后的女生不要房不要车也不要彩礼，外地大龄女生啊，这下真的是慌了。有一个32岁的女孩子，外地的，在北京上大学，毕业后呢就留在北京工作。她跟前男友谈了6年，前男友是北京本地人，父母呢单位也是小领导，两个人呢读研的同学。女生呢在事业单位工作，男生是公务员。因为女生家里面结婚呀，提了30万的彩礼，被男生给拒绝了。博主丽姐说，男生跟女生冷战了1个多月，她本来觉得这个男生过不了几天就要去跟她复合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刚分手不久，就有很多人给男生介绍对象。后来男生开始和一位北京的姑娘交往，女生在国企工作，是一个独生女，她的名下有房有车，全家人都对这个女生非常的满意。本来男生刚分手时心里有点难受，觉得两个人谈恋爱谈了这么多年，分手也是挺可惜的。在他和新女友交往半年以后，双方父母也都见面了，也就打算结婚了。前女友听说以后非常的后悔，去找男生说自己已经想通了，不要彩礼了，也说服父母了，但是男生死活都不同意了。在评论区有网友说，北京本来就没有要彩礼的情况，大城市女孩子基本都不要彩礼，基本小城市的家长们一般都会要彩礼。一名名为小芝麻的上海博主讲述了他去相亲的经历，和他相亲的男生与他是同龄的，两个人大学本科都在南京读的。因为女生之前相亲时遇到过连一杯饮料钱都不愿意付的男生，所以这次他约男生在世纪公园见面，边散步边聊天，聊了2个多小时。聊下来呢，我觉得他对于生存的焦虑是大于婚恋的焦虑的。比如说他会跟我说，就是他在国企工作，然后穷得很稳定，其实是比较想创业多赚一点钱，问我有什么建议。其实我也给不了太多建议，因为我也有自己的生存焦虑，我最多就能给他提供一点精神支持。然后呢再加上他觉得钱是男孩子的底气，如果有钱的话其实会更自信。女博主觉得两个人聊得还可以，相处的也算是比较自然的，她很能体会对方的心情，因为她之前也是在国企工作，也是穷得很稳定，并且他们俩学历都比较高，都有一种无奈，觉得自己学历很高，但是却赚不到钱。有时会想，为什么人家学历不高就能赚那么多钱，自己读了这么多书是为了什么呢？她感到男方并没有主动去想推进两个人的关系，而是更多的思考怎么赚钱，怎么创业。女博主在考虑要不要自己主动一点，或者再交往看看。
坚决不要碰大龄剩女啊！一定要听好了啊！就是作为一个资深的一个红娘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这是一群极其物质，并且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被各种这种心灵的所谓的毒鸡汤啊，还有这些虚无的幻想和腐蚀的一个老斑鸠。只要你敢接近，你就会发现年纪大只是他们很小的一个问题。他不仅能气死你，而且他的行为语言极其幼稚，还极其的傲慢。大龄剩男他只不过就是没有钱，不会聊天而已。但是啊，大龄剩女，你们想象不到的奇葩思维都能够出现在他的身上。他不仅要让你为他将来的生活买单，他还要你为他逝去的青春和曾经犯过的错误买单，从此呢让你去做接盘侠。兄弟们，你们明白了吗？会找一个5000块工资的男生吗？5000块钱，5000块钱能干什么呀？你说话好搞笑。5000块钱，不是，那大多数不是工资都不超5000吗？这不是也平均收入不超过5000的男生不是很多吗？那他们就是不应该结婚吗？他5000块钱还要我养他吗？那结婚不都是你两个人一起努力嘛？是不是两个人也可以一起努力？那首先他俩是得平等的呀。他5000块钱，我可能吧？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男生？那起码得工资1万以上吧，不然能够干啥？他5000块钱养他自己都不够，还得结婚之后还得养父母养孩子。5000块钱谈恋爱可以，结婚不行。5000块钱够干啥呀？北漂女孩子小敏说，自己快嫁不出去了，因为她已经34岁了。本来想着今年一定要脱单，一定要结婚，但是现在已经8月份了，再过几个月就过年了。我感觉自己今年又没有什么希望了，越来越能感觉到女生过了30之后是真的太难找对象了。现在的男生都喜欢20岁的小姑娘，可我还一直在自欺欺人，开着美颜，开着滤镜，觉得自己长得像20多岁。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，真的没有资格再挑剔了。条件好的看不上我，和我年龄相仿的嫌我年纪大，生不了孩子。小敏说，如果她在35岁之前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，她可能真的就要向现实低头，注定要孤独终老了。等你过了25、26岁，你可能就会明白，想靠自己找对象那可真是太难了。咱们都是普通人啊，你社交圈子真是就那么大一点儿，认识的人你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了。而且现在大家每天都忙于工作，忙于生活，不是在公司就是在回家，2点一线的这种日子，根本没有多少时间你去认识新的人。你到了27、8岁，可能家里父母一直催你啊，你说不定到时候你顶不住这个压力，随便找个人凑合结婚了。博主表示，找对象还是要趁早，不要错过有缘人。有网友说，感情有的时候呢，就像季节里的花开，错过了那个时节，可能就再也遇不到同样的风景了。不过呢，也有人说，趁早固然很重要，但是呢，也不用太焦虑，有缘人迟早都会出现的。一位红娘感叹，大龄女孩子太难搞了。她说，最近有一个女生让红娘给她介绍对象，女生是35岁广州人，在一家私企做前台，月薪7000块钱，长得还不错。红娘就给这个女生介绍了一个男生，比女生要小1岁，在广州地铁公司上班，一个月1万块钱左右，有2套房。2个人约了线下见面，男生请女孩子吃饭，吃完饭之后贴心的送她回家。见完面之后，男生觉得女孩子还挺不错的，但女生不太满意对方，告诉红娘让这个男生不要再联系她了。但是这个女生见完面之后就跟我吐槽，男生长得不错，但是经济实力实在是太差了，1个月才1万呢，而且开的是外地牌，这婚房吧还在花都，有点偏，总之就是条件太差了，反正就配不上他吧。哎，我就说这位女士，您都35岁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嫌弃了？这个男生是真的有意向去跟你交往结婚的，你可以选择其实并不多。他跟我说啊，这样条件的男生，如果我能看得上，我早结婚了，我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啊。94年的，今年应该31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着急过这个谈恋爱、结婚的问题。但是近1年来，我感觉我有些焦虑。我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相亲，但是我屡战屡败，我每次相亲都失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每次都觉得对方也挺好的，第二天就不会再联系了。我觉得这男孩本来也挺好的，给我印象也不错，但他吃完饭说问我你想去哪儿，要不要找一个小酒吧喝点酒什么的。我说我不太想去了，我想回家骑车啊什么的。博主说，可能因为他最近工作压力挺大，不太想去，还有就是
他不会喝酒，从来不喝酒。男方说，那你有没有什么别的想干的事情？他说没有。其实呢，他并没有觉得那个男生不好，他只是想回家骑单车。他感觉对方挺失落的，但他也不会去跟男孩子聊天，他也很苦恼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女生要求都这么高了，就是这几年这个短视频呀、短剧不是特别火吗？我今天中午就刷到了。哎呦，我天呐，我这一看那都是霸道总裁爱上了离异带俩娃的我，霸道总裁爱上了一无所有的我，霸道总裁爱上了一贫如洗的我，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我，霸道总裁把我宠上天了，霸道总裁爱上穷光蛋的我，等等等等。博主表示，在短剧中，霸道总裁还会送女方各种礼物，又是买房又是买车，又是送钻戒又是买衣服的。总之呢，就是霸道总裁把女方爱的是死去活来的。但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根本就不存在。大龄女们都醒醒吧。就是回到大龄剩女的问题，很多大龄剩女就说总觉得自己能找到霸道总裁。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，你18岁的时候没遇到霸道总裁的，你38岁的时候还能遇到？咋的？霸道总裁眼瞎了？38岁来找到你了？你这一辈子前半生30多年，你遇到过几个霸道总裁？我说实话，185的霸道总裁只是一种幻想。博主朱二哥表示，很多女生为什么会单身呢？她们想找一个长得帅又有钱的霸道总裁，但像这样的霸道总裁只生活在电视剧当中，在现实生活中寥寥无几。他们所谓的理想对象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。为什么有些女生总是在幻想着什么霸道总裁爱上大龄剩女的我呢？有些女生你30多岁了，学历不高啊，一个月3、4千的工资，你天天幻想着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，但是你那个条件，你想找好的，你根本就找不到。你试想一下，你的儿子被你宠着长大的，名牌大学毕业啊，有个稳定的好工作，未来可期，你愿意让你的儿子去娶一个什么一无所有，然后还天天幻想着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大龄剩女吗？为什么我单身6、7年就是找不到对象呢？是不是在你们眼里都以为像我这种女生都喜欢又高又帅、家庭条件又好的男生呢？其实并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那样，我还是比较理性的。那些又高又帅的男生，你们说我喜欢吗？说实话，喜欢，但不适合当老公。虽然他们条件特别好，但他们身边漂亮女生太多，诱惑太大，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女生根本把握不住。博主小敏表示，她喜欢身高1.75米左右的，工作稳定、长相清爽、三观正的男生，但是她一直都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男生。她困惑地说，你们说说我这要求高吗？我今年30岁，妥妥大龄剩女，在浙江工作，长得也还算说得过去，相亲了个男生，直接让我语塞了。男生比我小3岁，做 IT 的，工资8000，都说女大3抱金砖，鼓励我去见了面。男生长得挺不错的，目测有1.75米，聊了会发现男生很健谈，风趣幽默，日常生活里应该是个很会聊天的男生。我心里暗想，还真来对了。博主开心姐本来对男生很满意，没有想到男生提出了几个要求，让她一下子愣住了。那么男生提了哪些要求呢？男生说，第一，他喜欢女生穿高跟鞋，所以他希望结婚以后女生能穿高跟鞋。第二呢，他说晚上不能够夜不归宿。开心姐回答道，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吧，大晚上的不回家去哪里呢？第三，他问女生有多少存款，他希望女方可以拿出钱跟他一起来买房子。第四呢，他说结婚后1年内他就要孩子，女方要在家里相夫教子。那对于最后一个要求呢，开心姐觉得有些怪怪的。她对男生说，你说的太多了，我消化不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。男生看他要起身离开，就问明天还可以见面吗？开心姐说不好意思，我们可能不太合适，然后就走了。有网友留言说，工资8000，还要买房，还要女方相夫教子，那么钱从哪儿来呢？要不是因为传宗接代，90%的男生都不是很愿意去追女生，就很多男生都跟我讲了，说其实他们跟女生在一起呢并不开心，真的还不如跟自己的兄弟们吃啊、喝呀、按摩什么的。我想问一下男生们啊，真的是这样的吗？
现在男生都集体摆烂了嘛，有房有车的就天天在钓鱼、露营、拍手串，跟兄弟们喝酒吹吹牛，然后没房没车的打游戏、养猫，还自嘲反正都结不了婚了，不如当个快乐宅男，爹妈催婚也催不动了。姑娘们急的是跳脚，男生倒是跟提前退休了一样，开始享受单身了。生孩子哪要用那么多钱？你表哥1个月也就3、4千，不照样在努啊？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吃廉价的奶粉，用劣质的尿片，7、8岁了都没有去过需要花钱的公园，路边的摇摇车也只能在特殊节日才能坐一次。难得买新衣服、新鞋子，永远是3年后的尺寸。表哥的生活我没有资格评判，但我的孩子，如果我不能给他提供一个相对安逸的物质条件，我不会把他生下来。吃饭吧。现在剩男的质量是真的很差，但是剩女的质量一般是非常好的。很多姐妹现在就真的很难，你比如说事业能力很强的，她就很难去找到一个非常欣赏她的男的，因为中国的择偶它是斜坡制的，男的他一定会找一个比自己各方面稍微差一点的女的，但是能给他情绪价值，然后女的呢，她也希望找一个比自己优秀一点的男的，但是这种男的很少很少。普通男生不要追剩女，剩女之所以剩下，是因为他们有3大技能：一技能眼高手低，明明自己月入3000，却想要男生月入3万；二技能嘴犟不服软，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；三技能就是自私，明明自己年纪在长，但是标准呢还是不降，好像这个事儿就不是他的事儿一样。说白了，对自己都这么自私的人，谁还敢接这个盘呢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